been years since I had a change. Always a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米。这次要跟你们分享的主题呢是上妆工具全攻略。那这支影片呢，我想大家应该期待还蛮久了。然后其实我一直也很想要拍这个主题，但是我思考了还蛮久，就是该怎么样呈现这个主题在影片中，让大家可以快速得到实用的资讯。那我最后呢决定就是根据全脸的上妆步骤，然后依序来介绍，就是哪个部位可以使用到什么样的上妆工具。如果你是新手呢，我会建议你可以从头看到尾，然后借由这支影片可以快速的挑出就是适合自己的刷具。然后如果你是已经化妆一段时间呢，你希望你的妆容可以更精致、更有质感的话，你就可以根据你想要的步骤去看哪个部位你可以用刷具来让你的妆容更加分。那我们不啰嗦就开始吧。首先呢，上妆工具可以分成3大类型，第一个就是你的双手，第二个就是粉扑，然后第3个是刷具。那这3种类型呢，会在你使用不同部位上妆时，它会有不同的作用，所以我会等一下在步骤中就是一一跟大家做介绍。那其中刷具是最复杂，然后也最多种类型的，所以今天影片的大方向主轴会是以刷具为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底妆的部分开始。底妆呢，其实是最需要好好运用上妆工具的步骤。那我自己在底妆的刷具或粉扑上，其实下了也还蛮多功夫的。那我们在开始讲粉底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就是大家应该都会有习惯使用隔离或者是妆前乳嘛。那其实大部分呢，应该都是会使用指腹来上妆。但是我上次有人建议说，其实可以搭配这种葫芦形的海绵来去辅助上妆，可以让你的妆感更服帖。那我试了之后发现呢，在最近就是比较干冷的冬天，它的确可以让你的妆前乳更薄透、更服帖，然后帮助你后续的底妆妆感更完整，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小技巧。那再来粉底的部分呢，我先从刷具开始说起。粉底刷呢是所有刷具类型中我买了最多支的。我自己的个人分法会分成3种类型。第一种呢就是属于这一种扁平状的刷头，你会看它很像水彩的笔，然后它是比较扁的，你看侧面看是这种扁形的。那这种扁形的刷头呢，它适合的是粉底液质地比较水一点点的，因为太稠的话呢，它其实是会让它的毛会变成一根一根的，就会容易有刷痕。所以如果是粉底精华类的部分呢，会比较适合使用这种扁平型的粉底刷。那第2种呢是属于比较柱状型的，柱状型的粉底刷呢会长这个样子，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圆柱体的形状。那有些可能会是做平面的，有些会是做比较有点斜角的，每个品牌会有一点点不同。那这种粉底刷呢，算是目前最常见的一款，就是市面上不管是专柜还是开价，大部分都是以这种类型居多。那这种粉底刷的运用就比较广，就是一般的粉底液或者是粉底霜之类的，其实都可以使用这种柱状的粉底刷，然后你用画圆轻点的方式去完成你整个底妆。那第3种的部分呢，就是属于这一种，它也是柱状的，可是它的毛会比较蓬松一点点，比较没有像这种柱状的密度那么高。那这种蓬松的呢，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拿来干湿两用。你干刷就是可以拿来当蜜粉刷定妆的，那你湿的部分呢，也是可以去搭配粉底液做上妆。那当然呢，粉底刷也会有一些变化的形式，像是 Sigma 他们就有出，它其实很像柱状的，但是它有做改良，就是它做一个角度的设计，所以方便你在上妆时候可以根据你的脸的轮廓去做贴合，这是它还蛮特别的一个小巧思。那也有这种牙刷型的，这个是韩国的一个彩妆品牌，那它的密度就比起刚刚的那些粉底刷更高一些。那你会发现它的这种粉底刷呢，就是可以让你比较不会有刷痕的产生。所以说呢，光是粉底刷就分成这么多种类型，大家要去怎么找适合自己的刷具呢？我会建议大家就是根据你平常的粉底类型去做挑选。那我会认为说，如果你要第1支入手的粉底刷，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这一种柱状型的，然后有一点点斜切面的，这个是最入门基本的款式，然后也是最好上手的一种。那我手上这一支是资生堂上值粉底刷，它是这个类型的粉底刷算是最知名的。那如果你想要找比较平价的，你可以找像是1028、康士美都有出类似的款式。其实现在还蛮多平价的刷具就很好用了。关于刷具品牌的
推荐呢，我会再整理成图文，然后大家可以去搜寻那个品牌名称，然后找找看有没有适合你想要的刷具。接下来底妆第二种很重要的上妆工具呢，就是这种海绵。那海绵呢会分成3大类型，第一种是这种比较粉扑型扁平状的，第二种呢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滴状。那第3种呢，就是这种葫芦状，它就是做有个腰身的感觉。那这3种类型呢，其实没有特别推荐哪一种，就是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去做搭配。那大家最常见可能就是这种比较平面的，像永和3美人就非常知名，那它的单价是最低的。那水滴型的海绵呢，其实最早知名的大家就知道是 Beauty Blender 美妆蛋，这颗也是他们家的，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单价稍微高一些。再来葫芦型呢，就是比较属于变形的款式，我个人喜欢它的底部，它的底部比起这种水滴状的呢更平面，所以它在上底妆大面积的部分呢，是可以让你的妆感更加服帖的。那我手上这2颗薄荷绿色的是一个韩国的美妆品牌叫 Vespi， 然后这个是知春秀的，它的单价就稍微高一些。那除了刚刚提到就是它可以拿来上妆前乳之外呢，粉底也非常适合用这种粉扑来做上妆。那它的优点就是说它的上手度比起粉底刷更加的容易，所以我还蛮建议就是新手你在还没有那么会掌控刷具的时候，你可以先使用粉扑来上妆。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的吸收力比较强，所以说你在上粉底的时候，它会让你的妆感会比较薄透一些。那有些人可能会问说，上妆工具有没有分肤质呢？我觉得这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因为像我自己就是粉扑会使用，刷具也会使用，但是有此一说呢，是粉扑啊，油性肤质或是混合性肤质在夏天比较容易出油出汗的季节呢，因为粉扑在上妆的时候可以去吸附你脸上多余分泌的油脂，所以说让你的妆感可以更加的服帖，拉长你上妆持妆的时间，所以大家夏天可以试试看这种方式。那提醒大家的就是粉扑记得要定期清洗，它需要清洗的次数会比粉底刷更长。那在影片的最后，我会跟大家分享我怎么去收纳上妆工具，还有做清洁的部分。接下来遮瑕的部分呢，大致会分成3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你可以拿你本来使用的粉底刷，继续上完遮瑕品之后呢，用轻点的方式去做遮瑕。但是这个要注意的就是你的粉底刷头的面积不要太大，否则你在一些比较小角的地方呢，它就没有那么好去盖上去。那第2种呢，就是专门的遮瑕刷。遮瑕刷通常会分成这种，它就是塑胶感、刷毛比较硬一点的类型，或者是这种切面的。那遮瑕刷呢，通常会适合在就是你可能需要比较大一点瑕疵，譬如说痘痘啊，或者是你可能很明显的斑点，你想要完整的盖住它的时候呢，这种遮瑕刷就会非常的好用。那第3种呢，就是一样使用刚刚的上妆粉扑。那我个人会推荐就是你可以选择这种水滴型的粉扑，因为它有这种尖尖的角落，所以你像在上就是眼头这种黑眼圈啊，比较需要有角度的地方，或者是可能嘴角，它会比较好确实精准的去覆盖遮瑕的区块。所以说遮瑕的部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适合的遮瑕品。那我个人认为呢，最简单适用的方式就是粉扑，我觉得它最快速方便。那我们上完粉底跟遮瑕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做定妆。定妆的部分呢，我们一般会使用的是这种蜜粉刷。那蜜粉刷它的外形很好辨识，就是它是属于这种散状散开来的，然后它的刷头会比较蓬松，面积比较大一点点。那当然你也可以使用我刚刚说就是刷头面积比较大一点点这种粉底刷，它干刷的时候也可以拿来做定妆使用。那专门的粉底刷呢，我觉得没有特别一定要挑选哪一种品牌，简单来说就是你可以根据你自己喜欢的大小，像有些人不喜欢花太多时间在定妆，那你可以选面积大一点，然后快速的用蜜粉去扫过，让你脸上有薄薄一层定妆的效果就可以了。那有些人可能会问说，粉扑这种可不可以拿来做定妆？可以，但我会比较建议这个粉扑是用粉饼的时候使用。那因为它会吸附比较多的粉饼嘛，那我会建议大家这个步骤可以拿来当做补妆，就是不要拿来定妆，因为定妆会让你的妆感看起来比较厚一点点，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定妆的时候使用比较轻薄透明的蜜粉为主。那我们开始来上眼妆咯。眼妆的部分呢，第一个是眉毛。一般来说呢，如果你是这种双头，就是有眉笔跟螺旋眉刷的部分呢，你就不需要特别再买
刷具。但当然，如果你手边只有笔状的那种眉笔呢，你就可以买一支这种螺旋的刷头，帮助你的毛流可以更自然。接下来呢，眼影跟眼线的部分我会一起说。眼影的话呢，如果你是新手，我会建议你可以先从这种海绵头开始练习起，然后等到你比较熟练之后呢，你再使用刷具来上妆。那我之前有分享过，就是渐层眼影的画法教学有分别使用海绵跟刷具，然后我把影片放在上面，大家可以去参考详细的上妆方式。那今天重点我会着重在刷具部分的介绍。眼影刷呢，其实是我仅次粉底刷买最多支的一个类型。那眼影刷呢，我觉得大家要怎么挑选很简单，就是你先记得眼影呢，你画的时候一定是从大范围，譬如说眼窝，然后再慢慢到双眼皮，然后再到眼线嘛，就是范围从大到小。那很简单呢，你刷具的挑选也是从大到小。首先呢，如果你是要晕染整个眼窝的部分呢，我自己平常使用方式我会有2种。第一种呢，我是直接用指腹去沾取眼影，然后这样子轻轻的用轻点方式去盖住你整个眼窝。第二种呢，你可以选择这种面积比较大一点点的刷头，然后去刷你整个眼窝，那它出来的效果其实是差不多的。那你刷完整个眼窝之后呢，你可以就会使用这种比较中型的眼影刷，这种尺寸大小眼影刷是我觉得最普遍最常使用的，你们可以参考它的大小。那这种刷头大小呢，通常就是让你晕染在双眼皮跟眼窝中间这种交界处的大小的尺寸。如果你想要让你的渐层感更明显，或者是画出更细腻的眼影眼线的部分呢，你就可以选择这一种尺寸更小1号的眼影刷。那你会发现这种尖头的，它就蛮好去勾勒你睫毛根部的地方。那如果你想要画更细一点点的，就可以选择这种很类似眼线笔那种笔状的，它可以画出非常非常细的眼影或是眼线。当然这些并不是一定都要全部购买，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慢慢去做添购。那最后呢，你就是平常你化妆的时候就可以根据我今天想要画出什么样的眼影，然后去挑选适合的刷具。如果你已经很常画眼影呢，你想要让你的眼影的可能渐层感晕染更自然漂亮呢，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入手所谓的晕染刷。晕染刷一般外形长得会是这样子，它是比较蓬松一点，然后它可能有分大小尺寸的不同。那你摸起来它的毛是下窄上宽，然后上面摸起来是松松的软软的这样子。但这种晕染刷呢，是可以帮助你在画渐层眼影的时候呢，渐层感会更自然更漂亮，然后眼影也会更有质感。所以说当你的眼妆已经有一定的程度之后呢，就很建议大家可以入手这种晕染刷。接下来腮红打亮修容部分呢，我会一并做介绍。那首先打亮跟修容的话呢，我最常使用的是这种斜角刷，侧面是比较扁一点点的形状。那修容跟打亮呢，你通常会是需要有一点点角度，譬如说你修容会是修在这边，然后打亮你可能是会打在这个 C 字部位，它是有一定的范围，所以不太建议你选择就是刷头尺寸面积太大的，因为它比较难精准的掌握。那这种斜角刷呢，是因为它很好去贴合你脸上这种角度，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入手一个这种斜角刷，去帮你的妆感去做加分的动作。那腮红刷的部分呢，大概会分成这2种，你会发现一种是比较扁平状的，一种是比较圆柱体的。那这2种呢，我觉得没有什么优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我目前最常使用的是这一支，它是比较蓬松扁平状的。那你在画那种圆形腮红的时候呢，它就是可以用这样轻点的方式去完成腮红的动作。那当然呢，现在腮红除了圆形的，也有人会画这种斜的。斜的话呢，我觉得你就可以使用刚刚的修容打亮这种斜角的刷，它可以这样完成斜的腮红就很好画。所以说我会把它一起做介绍，是你可以自由的搭配，不一定说打亮或是修容就不能拿来做腮红刷，所以这部分大家可以自由的去做运用。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唇刷。那其实我自己还蛮少使用唇刷的，所以我手边只有一支，这个是兰芝的唇刷，长得跟最小尺寸的眼影刷还蛮类似的。那它的好处呢，就是如果你用唇膏，你在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画的边框那么精准的话，你就可以用唇刷去沾那个唇膏，然后一笔一笔的去描绘。那它的确比较花时间，但是它的确可以让你的唇线做比较精准的描绘。那这支很特别的是，它另外一头有做这样子海绵头，所以很适合画现在流行的那种咬唇妆或者是染唇妆。但是我觉得唇刷并不是一个
必须要拥有的单品。就是如果你在化妆上你觉得有需求，你可以去买，但是如果你没有需求，不一定要添购也没有关系的一个刷具。那全部上妆工具都讲完之后呢，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清洁跟收纳部分。首先清洁呢，建议大家可以多添购几款这种刷具粉扑清洁剂。那我手上这罐是大创买的，它非常的便宜。那因为大创很常缺货，所以还蛮多人建议我可以去宝雅逛逛。那这种刷具清洁剂呢，就是我在使用粉扑或是刷具时候呢，通常粉扑我使用1到2次就会去做清洁。那刷具你可以根据每一个刷头的类型，就是像它如果一沾那个刷毛很容易一束一束的时候，那你可能就要定期做清洗，不然你上妆上的再怎么用力用心，你的妆也不会漂亮。这个定期清洗是减少滋生细菌，然后让你妆感维持完美状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再来呢，收纳的部分我会建议，一般来说呢，我会使用这种有点像是小茶杯的方式去收纳刷具。但是如果你很怕可能有灰尘或者是不够卫生的话呢，你也可以去买这种很简单的透明的小抽屉，这种一格一格的，然后你可以这样叠起来，它就比较不会跟空气做接触。这2种是我目前最常使用的刷具收纳方式，给大家参考。OK， 那这支影片我想应该会蛮长的，就是很谢谢大家把影片完整的看完，那也很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借由这支影片，就是快速的了解到，就是你真的需要什么，使用什么刷具，然后要怎么样选购。那关于刷具推荐的品牌呢，我会把它整理详细的资料在我的图文部落格，我会把它放在下面，大家可以去做参考。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支影片。那如果想看任何其他主题，欢迎留言给我。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可以点这边，然后别忘了帮我影片按个赞。下次见啦，拜拜。